Hello， 皆様，こんにちは，KT des。这一周呢，正逢这个台湾跟这个中华圈的这个新年假期，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，然后恭喜发财，个个身体健康、快乐平安，还有祝兔年行大运啦。今天的影片我们又不去旅游啦，然后虽然今天的影片话题会稍微严肃点，因为这一篇呢刚好也是我们家日本老公呢他希望我拍的。随着日本旅游的再度开放，然后各国旅客这个蜂拥而至，那可以想象这个疫情睽违2-3年，那大家呢是有多渴望来到日本。但是这也造成了有一些地方呢就出现了这个 over tourism， 然后什么是 over tourism 呢？也就是有点类似观光公害的意思，指的就是这个观光客一时来的太多，然后对当地居民的这个生活呢，还有一些自然环境都造成了这个不良的影响。特别是呢，有许多这个违反日本的一些规定还有礼仪的观光客。所以具体是哪些这个 NG 的行为呢？首先第一个呢，那就是随意的入侵这个私有的土地。还有包括私有住宅，还有别人家的田地之类啦。而这个正是前2天呢，这个北海道新闻有报道到的。大家可能知道，特别就是在北海道冬天非常漂亮的这个美瑛还有富良野的这个地方，那边夏天就有漂亮的花海，然后冬天就有这个一大片这个一望无际的这个美丽的这个雪景啦。还有特别是那一棵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圣诞树。不过呢，其实除了这个道路呢，很多那些地方的这个土地其实都是私有的田地哦。就算你想拍照，你也可能只能在路边这样子稍微拍一下，是不能擅闯入那些土地的。而新闻就报了，有许多这个游客呢，想要拍那一棵圣诞树呢，不止在路边拍，甚至整个人都走进了这个田地里面。那很多雪下面呢，都是这个休耕的田，然后甚至还有人呢，就直接站在这个路的中央，这样占用道路，然后拍照。然后这也造成了当地的这个交通阻碍，所以美瑛的这个观光协会呢，就直接到现场纠正，然后管制大家。一些北海道这个农家的地主啊，他们可以说是非常的生气。那是因为呢，其实这个田地呢下面呢有一些这个农作物的种子，然后为什么北海道的冬天那么长，然后下那么多雪呢？但是却还是可以长出很多农作物。那就是春天的时候呢，就是要靠这个冬天的这个融雪给予这个农作物水分啦。而观光客来到这边呢，入侵这个私有田地，到处踩踏呢，不仅呢会造成这个雪变硬，然后在早春难以融化，然后更严重的是，以前曾经还有被外来人士踩过的这个田整个荒废的这个例子，因为外面的鞋子可能带有一些细菌之类。而农家的鞋子其实都是有消毒过的，所以查了一下，不知道会那么严重吧。而有一些田地呢，甚至会放置这个禁止私自入侵的这个告示的这个招牌，而且违者会移送法办哦。所以呢，大家都想要开开心心出来玩，然后带着美好的回忆回去的话，那还是要小心注意哦。然后接下来第二个，这是有关抽烟的问题啦。一般可能会认为只有这个室内公共场所不能抽烟，然后室外几乎都是可以的。但这在日本却是不一定哦，甚至有一些这个室外场所，还有包括一些道路却是禁止吸烟的。而拿北海道来看，在札幌站附近呢，就有一大片这个区域是禁止吸烟的。而日本人呢，一般也不会在路上边走边吸烟，一般呢只会在特定的区域。还有设置这个烟灰丢弃桶的地方抽烟，例如大家来到这边便利商店呢，可以看一下，很多便利商店外面呢就有设置这个烟蒂的这个丢弃桶，然后还有这个抽烟的区域。不过近年来呢，其实很多地方呢也渐渐都没有这个抽烟的这个区域，因为日本呢为了防止吸入这个二手烟而制定了新的条例。所以越来越多公共场所的这个室内外都是不能抽烟的。大部分想抽烟的人呢，他们甚至会自己带一个这个随身的这个烟灰桶，在车上呢，或是这个特定区域。当然也不能随便乱扔烟蒂，所以说呢，在日本抽烟啊是没有那么方便。就是第三个呢是有关这个温泉。之前呢就是有网友问我说，在日本这个刺青能不能泡温泉呢？而我的回答是最好不要哦，因为有来日本泡过温泉应该都知道，通常呢你一进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温泉浴场呢，都可以看到他们就是标示了一长串肉肉的这个规则哦。而我所去过的大部分的温泉呢，他们门口甚至也都会贴了，就是禁止这个刺青者入浴哦。刺青在日本呢，这叫做入没。虽然呢，可能有少数呢真的可以接受刺青可以泡的温泉，但是有一些呢，它甚至还加了一些附加的条件。所以为了避免麻烦，我建议呢，想要泡日本的温泉，还是不要刺青比较好。而日本的温泉规则呢，还有包括就是入浴前呢，要先把这个身体洗干净啦。
然后有化妆也要先卸掉之类。还有浴场不能拍摄，不可以占用场所。头发比较长的人要小心这个头发不要碰到这个浴池，还有毛巾也不能放入浴池之类。还有出浴后呢，要先把身体擦干，再进入到更衣室。反正其实日本的温泉可以说是非常多规矩啦，大家有机会来日本泡过温泉就会知道了。再来第4个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商店跟这个私社呢是禁止摄影拍照的啦。而之前呢我拍这个日本超市的影片呢，就有网友问我说，能不能再介绍一些更便宜的日本超市，或是甚至是24小时的这个超市呢？不过很残念哦，说真的我也非常想拍啦，但是其实非常多的这个超市，它光入口就写着这个禁止摄影的这个告示，其实还蛮多的。我唯一拍过的超市，至少它门口还有写着店内摄影 OK。还有另外一个我推荐比较便宜的超市，我也就是在门口拍一拍，然后买回去开箱这样子。所以大家进到一些日本的这个商店，如果想要拍照摄影的话，还是要先看一下门口有没有这个禁止拍照或摄影的这个标志哦。而不只是超市，便利商店的话呢，目前除了这个 Seiko Mart， 其他呢几乎都是不能拍摄的。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拍这个 Seiko Mart 的人变多了， Seiko Mart 最近呢，他们也开始标示呢，就是要禁止长时间这个摄影了，因为真的听说呢，有侵犯到这个智慧产权还有商业机密呢，而被举发的这个例子。所以说呢，我们 YouTube 呢，就是在这边拍东西呢，大部分还是会先问过，或是就是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特别的标示说不能拍摄的这个地方。不过这个大部分偏向观光的地方呢，几乎都是可以拍摄的啦，不过还是要看情况，小心行事咯。而第5个呢，则是有关这个自驾的一些 NG 的行为哦。其实呢，要在日本这边自驾要遵守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直接的建议呢，就是大家呢要抛开以往呢在自己国家的这个开车习惯，然后再来日本开车。第一个呢，也就是特别最近在这个北海道新闻造成延上的这个路边停车的问题。其实日本这边的人，大家几乎都是不会路边临时停车的，有的话也是车上刚好有人，他要等人下车或是接人的时候，基本上规定是不超过5分钟。而大部分的人呢，都是会乖乖的把车停到这个收费的停车场啊，或是去商店买东西的话，就停商店的停车场。而基本上你在日本这边呢，真的是很难看到路边停车啦。而第2个呢，就是禁止逼车，也就是呢要保持这个安全的这个车距。而有时候呢，就算你不是刻意要逼对方，但是因为这个车距过于小的话，都有可能会被检举的哦。在日本呢，逼车呢被称作是这个煽り運転，最高呢是可以处5年徒刑跟100万日币罚金的，罚的是非常重，所以请大家要特别注意。但是在日本开车这么久，我可以跟大家说，在日本呢也是会有这个逼车的这个 bug 的。而上次呢，我无意在 PTT 呢就是看到有人来北海道自驾旅游，他就刚好遇到开很快的这个人，然后在他后面一直狂加速，然后逼车之类。然后他说他闪了很多次黄灯也没有用，他当然没有用啊。在北海道这边，基本上你闪黄灯的意思是你要让对方先走，或是你让了对方，对方为了感谢你，然后回闪黄灯给你。所以说呢，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呢，记得不要跟对方拼快，一边闪双黄灯呢，然后慢慢的往左边靠，然后停下来，让后面的车先过去。而如果是遇到非常严重的逼车呢，例如说那个车甚至在你后面蛇行之类，基本上在日本这边呢，有一些车子呢也会装这个车用监视器，如果刚好录下对方的这个行径呢，也是可以报警举发的。其实北海道这边很多当地人呢，其实也都是会超速的。我就是这么直白讲这个事实，而或许有一些当地人呢，他们是刚好很熟悉那些路段，但是不管是外国人呢，来到这边自驾，常常发生车祸，就是连本地人在这边开车开太快，他们也是会发生车祸的。冬天死亡的这个事故其实到处都是，所以说开太快的这个 bug 呢，其实蛮多的。Well， 我这边会不会被延上啊 ？Well， 喝个饮料收收筋。再来呢是看一下这个标志。头麻嘞的这个标志，有来日本自驾的朋友可能就会知道，这个标志呢就是要叫你呢先把车子停一下的意思。然而只有这样子吗？那车子停下来是为了什么？当然就是叫你停下来看有没有车啊。记得呢你在自驾的时候看到这个标志，不止呢要先把车子停下来，然后重点呢是转动你的头往左、往右、往左右、往左右干什么？看一下左右有没有来车，或是有行人、脚踏车之类。
确认安全，然后再继续走。为什么我会特别强调这个转头的这个动作呢？因为呢，我就是被骂臭头的那个人。你没看错，就是被日本老公骂啊。在日本这边呢，考照呢，除了是超级天价跟严格之外，确认安全的这个头呢，如果没有实际这样转动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会被扣分的。再来是酒驾，之前看到新闻呢，真的是还蛮让人难以置信的，就是竟然呢会有台湾人来到北海道这边酒驾。而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这个酒驾罚则，虽然随着这个酒精浓度有不一样的这个罚则，但是基本上呢，概括呢就是会处3到5年的徒刑，然后外加50到100万日币罚款，然后外加驾照呢可能是会被暂停或取消。那如果是外国人的话，我推测那就是看有没有可能未来呢会被拒绝入境，因为大家知道，就是我们在海外留下这个任何的这个刑事记录，包括我们出入境都是有这个记录的。而比较严重的是，如果是酒驾撞死人的这个例子，那要赔的话呢，真的是难以计算。而在日本这边开车呢，我们通常买的这个自动车保险呢，它对人赔偿呢，通常都是保到这个最高无上限的。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日本这边，通常死一个人呢，赔超过1亿日币呢是常有的事。这详细要说的话呢，要牵扯到日本的这个法规呢，其实非常的复杂。但通常呢，真的不是在台湾赔几百万就可以了事的。而重点是，如果是酒驾的话呢，这个保险还没办法给付。所以说，为什么大家来到日本这边呢，总是会觉得日本人大部分好像开车都很守法，然后礼让行人之类，因为罚则跟赔偿都还蛮重的。所以说呢，还想要来日本玩的话呢，就千万不要酒驾，因为后果不堪设想。好啦，以上呢，除了这些呢，其实还有其他呢数不完的这个细细的这个规定。例如说呢，在日本这个电车呢、巴士上呢不能打电话，然后还有要小声讲话等等啦。其实日本呢真的是一个很多规矩呢跟礼仪的这个国家。而就在几年前我刚来这边生活工作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也是懵懵懂懂慢慢适应的。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呢，可能这个观光开放不久，这个旅客爆满。而特别是去到一些比较远些地方观光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当地人好像对待观光客不像以前那么友善。所以说，避免留下坏的印象，请大家还是要尽量入境随俗，然后遵守一些这个地方的这个规矩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。然后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值得参考的话，别忘了订阅频道、分享、开铃铛哦。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